大尊魂幡，拿来吧！给老子！曾牛，你还活着？你不是他，你到底是谁？给老子滚！朱雀子面色大变，元神刺痛，眼中露出成为朱雀子后从未出现过惊骇。朱雀大陆东部，一片片连绵不绝的黑雾中，一对对仙彝族族人此刻正从四面八方向着此地凝聚而来。在这片黑雾的中心位置，那里有无数仙彝族族人正盘膝坐下，口中传出诡异的咒语，彼此催动体内的符文之力。那些符文离体而出，相互聚集在一起，绕着四周快速盘旋，其速极快，一圈圈的向上蔓延。每过2个时辰，这些仙彝族族人便会体内符文之力全部耗尽，退下后又换了一批族人上前，持续那咒语的运行。这一过程持续了数月后，这一天，一个全身穿着灰衣的仙彝族中年男子，此人全身几乎没有任何符文印记，唯独在脸颊左侧有一个紫色的树叶烙印，时而闪烁紫光。他站在那里，望着正中心位置的大量族人，目光透出一丝思索。在他的身后跟着3个老者，这3人身上散发的气息与当年追杀亡灵的8叶驼背老者一模一样。五祖大人，时辰到了。祖灵树那里，4祖大人也已经开启。其中一个老者恭敬地说道。那中年男子略一点头，说道：祖灵树乃是虚祖放弃生命，以肉身破除5剑封印释放而出，此番绝不容失败。4棵祖灵分树包围朱雀大陆，这一次朱雀国必灭。老者眼中露出一丝兴奋，不过随即他略一犹豫，说道：五祖大人，2祖那里？中年男子眉头一皱，说道：不用管他了，他在朱雀国时间太久，一些想法与我们不大一样。哼，若非他从中作梗，几年前那次战争就完全可以把朱雀国抹杀。朱雀国的修心之精，我就不信此物能有他说的那般威力。老者称是，不再言语。狮鹰宗的人来了。中年男子转过身，遥望远处，朱雀大陆东部之外，一座长约几10丈的巨大棺木从远处迅速疾驰而来，在那棺木之上坐着3人，这3人均都是头发花白，除当头一人修为达到了阴变初期外，其余2人均都是化神后期。3人坐在棺木上，速度极快，转眼间便来到了黑雾外。黑雾中几个符文闪烁，一股阻力出现，阻止棺木进入。狮鹰宗阴变初期的老者目光一闪，平淡地说道：老夫狮鹰宗朱雀星长老，我身后2人是守尸执事，还请仙彝族打开符阵。黑雾内符文再次一闪，出现了一个通道，狮鹰宗那巨大的棺木立刻飞入。在黑雾的中心位置，棺木停下，阴变初期的那位狮鹰宗长老身子一跃，落在地面。在他的身前，则是那中年男子以及3个8叶束咒师。司马长老，老夫等你多时。中年男子平缓地说道。狮鹰宗长老哈哈一笑，说道：途中遇到些阻拦，所以来得稍晚了一些。我来此除了送这尸体之外，还有告诉你仙彝族一件事。中年男子目光平静，看向狮鹰宗长老，等待对方的下文。朱雀子去了炼魂宗，与遁天老鬼大战，准备抢夺10亿尊魂幡。狮鹰宗长老目光一闪，似笑非笑地说道。中年男子神色如常，微笑道：结果如何？这就不知道了。不过以我狮鹰宗对这朱雀子的了解，他绝不做无把握之事，想必是有8成把握可以成功。你们仙彝族要小心了。狮鹰宗长老哈哈一笑。中年男子脸上没有任何异常，微微一笑，正要说话，忽然他面色大变，猛地抬头遥望朱雀大陆北部毗卢国方向，在那里他感受到了一股令他颤肃的气息，元神的刺痛，这种感觉朱雀子已经早就忘记。此刻他就好似回到了没成为朱雀之前，面对上一代朱雀时那种好似面对天威一般的惊骇。阁下是谁？朱雀子毕竟就居高位，一时的震惊立刻被强行压下，沉着脸说道。一道七彩光芒闪动间，亡灵的身影出现在了半空中，他一头长发无风自动，飘散中露出一股诡异到极点的气息，全身上下散发出一股深蓝色的光圈，一股阴寒至极，可以冰封天地的寒气从他身体上散出。此刻的亡灵全身赤裸，身体上透出晶莹光泽，尤其是其双目不再如以往那般黑白分明，而是带着一股邪气。前锋的双眼也是充满邪气，但与此刻的亡灵相比，如同皓月与萤火一般微不足道。在亡灵的双目中，这股邪气只代表了一个字：狂。狂，很狂，非常狂。那是一种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桀骜，那是一种不把任何人放在眼中、无法无天的狂意。他随意地扫了朱雀子一眼，这一眼
比闪电还要明亮数倍。朱雀子身子一震，这一刻，他好似真正的回到了当年面对上一代朱雀子时那种心神俱震之感。他的双腿立刻噔噔噔退后数步，额头无数年来第一次泌出了冷汗。你是王林？不，你不是王林，阁下到底是谁？朱雀子深吸口气，眼中露出隐藏极深的惊骇。老子问你，你是几代朱雀？带着浓郁桀骜的言辞从王林口中传出，这声音中透出一股你必须要回答的语气。顿天怔怔地望着眼前的一幕，看着王林，心底升起浓浓的陌生感。他与王林接触时间也不算短，此刻一眼就看出眼前之人绝对不是王林。王林绝不会有如此让人可怕的气息，有如此狂傲天下无法无天的桀骜。这种气息与桀骜，只有那些修炼了无数年的老怪才可以拥有。朱雀子有心不回答，但他此刻却是不由自主地说道：“14代朱雀，之前写的是8代，有误，后修改。”王林沉默少顷，冷冷地扫了朱雀子一眼，说道：“看在叶无忧的份上，老子今日不杀你，滚吧！”叶无忧，顿天一怔，这个名字他很陌生，从未听过。但朱雀子却是听到这个名字后，面色从未有过的大变，身子立刻退后数丈，脸上的惊骇再也无法掩饰，立刻暴露出来。你，朱雀子倒吸口冷气，好似一道闪电击中了身体，身子不由自主的一颤，看向王林的目光已经不仅仅是惊骇，其中还包含着浓浓的惧意。叶无忧这个名字，整个朱雀星只有历代朱雀子才知晓，外人绝不会知道。即便是当年的那些其他门派的老祖，也没有一个知道这个名字，只知道有一个人，他的道号名为朱雀子。叶无忧便是一代朱雀的名字。朱雀子看着王林身体外那扩散而出的一圈圈蓝色光环，历代朱雀子的字立刻在其脑中回荡，最终锁定在了一个身份之上。这一刻，朱雀子的惊惧更重，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，立刻恭敬地向着王林鞠了一躬，苦涩地说道：“参见老祖，晚辈这就离开。”说着，他连忙后退。顿天眼中金芒一闪，立刻喝道：“把第4魂留下！”朱雀子脚步一顿，眼中露出挣扎之色，猛地转身看向王林。王林眼中露出一丝追忆的惆怅，说道：“当年叶无忧对老子有大恩罢了，你要这第4魂也是为了对抗仙夷族，我便借你3年，3年后给我。”顿天一急，正要说话，被王林目光一扫，立刻生生止住。那目光中，他看不到任何王林的感觉，有的只是一股陌生的气息，好似他若是在说话，对方就会毫不犹豫地把他抹杀一般。顿天心神一颤，不敢再说。朱雀子松了口气，若是对方强行要这第4魂，他真不知该如何选择，很有可能要与对方斗一斗。不过与传说中那人斗法，他半点自信都欠缺。朱雀子一抱拳，转身就要离开。王林眼中桀骜之色一闪，嘲笑道：“既然猜出老子的身份，想必也知晓了老子的规矩。你就这么走了吗？”朱雀子沉默，抬起右手，左手一削之下，2根指头落下，鲜血涌现。他望着王林说道：“此事是晚辈疏忽，良指可够。”王林摇头，傲然地说道：“再留下一个。”朱雀子一咬牙，左手一削，又砍断1根手指，面色苍白，望着王林：“滚吧！”王林截然道。朱雀子立刻头也不回地迅速离开，转眼间便化作长虹，消失在了天地之中。10万里外，朱雀子牙关紧咬，冲着天空一阵咆哮：“2代朱雀，他怎么会还活着？怎么会还在朱雀星？怎么可能？当年3代朱雀算计他，引来域外修士，此人居然还没死！”一路咆哮着飞到朱雀国上空后，他身子一顿，忽然停下，回头看向毗卢国方位，脸上愤怒一收，露出狐疑之色。“不对，以典籍内描述的2代朱雀的性格，绝不会对我心慈手软。莫非此人刚刚苏醒，刚才是虚张声势？”朱雀子沉默少顷，脸上阴晴不定，最终暗叹一声，他实在没有胆量再回头去试探对方虚实。脚步一跺，天空轰的一下出现一个巨大的裂缝，朱雀子恶毒地盯着毗卢国方向。2代朱雀，朱雀子身子一动，飞向朱雀山。毗卢国炼魂宗内，王林的身影在察觉到朱雀子远远地离开后，身子一晃，从半空中一头栽下。顿天一惊，立刻上前把王林接住。此刻的王林面色苍白，双目紧闭，脸上露出痛苦之色。顿天仔细看了几眼，忽然面色大变，失声道：“夺舍！”他没有任何犹豫，一咬牙，右手抬起，就要点在王林眉心，帮助他抵抗那股夺舍之力。但就在他右手将要点中的瞬间，王林睁开双眼，其眼中黑白分明，再无之前半点桀骜之色。“前辈住手！”王林虚弱地说道。顿天盯着王林，沉声道：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这小娃娃刚才好鲁莽，看不出轻重之色。”
若是换了老子以往的脾气，一掌就把你拍死。别看你寿元断绝，老子一样可以让你尝尝寿元被一点点抽离的滋味。一个狂妄的声音从王灵梅心内传出，紧接着一团青芒一闪间从王灵额头飞出，在一旁化作一个高大的身影。此人中年，面部粗犷，身材魁梧异常。他一出现，立刻涌现出一股庞大的气息，天空轰然色变。在此人气息的冲击下，一片片云层凝聚，其内闪电涌动，滴滴雨水从天而降。这中年人抬头看了看天空，吼道：“给老子散！让你下雨了吗？”一吼之下，天空云层顿时崩溃，立刻消散一空，就连那些降下的雨滴也蓦然间席卷而去，没有半点落下。顿天身子巨震，呆呆地望着眼前的一幕，说不出话来。王灵苦笑，干咳一声。他刚才在朱雀火来临之前，已经元神归体，成就应变大道。只是朱雀子与遁天的战斗，他无法参与，在朱雀火之下躲入天逆珠内。在那里，司徒南苏醒。只不过刚刚苏醒的司徒南空有威严，实际虚弱得很。二人甚至都没有多少时间叙旧，司徒南便察觉到外面的一幕，进入到王灵的肉身之内，把朱雀子生生吓走。不得不说，司徒南的装腔作势功力极为深厚。在让朱雀子断指的时候，王灵看到这一幕极为紧张，反观司徒南却是没有任何担心，一如既往的桀骜不驯。事后王灵曾问他为何要让朱雀子断指，难道不担心对方反噬？司徒南的回答是：因为老子是司徒南，刚才险些让你这小娃娃坏了老子的大事，要什么第四魂？若是让那小麻雀崽子看出端倪，老子今日岂不是刚刚苏醒就要再次沉睡吗？至于那第四魂，等老子有了肉身，恢复了修为，直接杀上朱雀山抢回来不就行了？司徒南瞪了遁天一眼。遁天修道至今已经上千年，没有被人称作小娃娃，此刻他唯有苦笑，说道：前辈是？司徒南抬头傲然道：王灵，替我告诉这小娃娃，老子是谁？王灵苦笑，看着遁天说道：他是司徒南。司徒南？遁天想了半天，也想不出古往今来到底有哪位强者名叫司徒南。二代朱雀。王灵又道。遁天身子一颤，噔噔噔退后几步，眼中露出震惊到了极点的不可思议之色。他顿时明白，为何朱雀子会被此人生生吓走。二代朱雀的威名太大，甚至于在某些方面已经彻底的超越了一代朱雀。少顷，遁天深吸口气，向着司徒南深深的一拜，恭敬的说道：晚辈炼魂宗遁天参见前辈。司徒南点了点头，说道：看在你为亡灵护法，并且送出10亿尊魂幡的份上，老夫答应你，若是有机会，定会帮你把炼魂宗重新恢复道统。司徒南眼中露出一丝追忆，这份追忆是真真切切的。他想到了当年的炼魂宗好友，若非此人相助，在那场域外修士的战争中，他恐怕连藏入天逆的机会都没有。遁天脸上露出微笑，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炼魂宗，炼魂宗便是他此生最大的不舍。所以在寿元断绝前，他不惜血本结交亡灵，更是对他寄以厚望。他的目的正是为了给炼魂宗留下一丝香火。朱雀子的来临让遁天有了绝望，可百转千回之下，一悲一喜之间，却好似经历了不同的轮回一般。此刻，二代朱雀亲自答应让炼魂宗道统不灭，遁天知足了。他带着嘴角的微笑，盘膝坐在地上，慢慢的闭上了双眼。师兄，你的卦象应了，我遁天可以含笑与你相见，与师尊相见，与历代先祖相见。我遁天不是炼魂宗的罪人，我为炼魂宗找到了新的希望。我能看到未来的炼魂宗将会成为超越6级修真国的存在，我遁天的名字在炼魂宗的历史上将会留下重重的一笔。师尊，我答应你的事情做到了，我遁天此生甘愿抹去神智，成为尊魂幡之魄，含笑九泉。夜雨关道，强盗屠杀，一片残骸中，少年在雨中哭泣。一声长叹，雨夜中走出一个老者，他轻轻地摸着少年的头，露出慈祥的微笑，只说了一句话：你可愿随我？炼魂宗内，少年长大成人，天资聪颖的他在众弟子中脱颖而出，这一切只为了可以当年的那句话。为了追随老者的脚步，他修炼极快刻苦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枯燥的修真，感悟天道，成就化神之境，使拜得那老者为师，赐道号遁天，追随左右。岁月如歌，总有曲终人散的一刻。恩师之魂入尊魂幡前，他立下誓言，以此生守护炼魂宗。这一切同样是为了少年时期那一句话：你可愿随我？师尊，弟子来了。遁天含笑，双目合上，最后一丝明亮慢慢消失。作画，一道紫金之芒从其眉心飞出，蓦然间，尊魂幡出现在虚空。一斗之下，这紫金之芒进入尊魂幡内，消失不见。尊魂幡虽说失去了1/3的魂魄，失去了10个主魂，
失去了第4魂，但他还是尊魂幡。这3丈大幡代表的便是炼魂宗的道统，它好似有灵性一般，向着亡灵飘去。亡灵抬起右手，握住尊魂幡，怔怔地望着含笑而去的遁天，内心复杂惆怅。他默默地跪在地上，磕了3个头。前辈虽非我师，但对我却有师徒之实，亡灵此生绝不忘。亡灵双眼惆怅之色更浓，准确地说，他此生与遁天相处时间并不长远，但遁天对他的恩却是铭记内心。朱雀子，灭炼魂宗之事，我亡灵终有一日会去找你。亡灵抬头看向朱雀国所在之方，双眼露出一丝寒芒。风一吹，遁天的尸体慢慢消散在了天地之间，有关此人的一切被全部抹掉，好似此人从未出现。只有在亡灵这里，遁天的身影却是留在了记忆内。你能遇到此人是你的机缘，他值得你记在心中。司徒南轻叹，语气不再狂傲，而是带着一丝追忆。他想到了当年的好友。你有什么打算？亡灵沉默少顷，看向司徒南。司徒南目光一闪，桀骜之色再现，说道：当然是找个匹配老夫灵根的肉身，恢复修为后，去把当年那几个人一一杀光。若是他们死了，那么老夫就拿他们后人泄愤。司徒南的性格一向如此，早年之时，他便无时无刻不给亡灵灌输一种近乎魔道的思想。实际上，亡灵之所以会杀戮滔天，与当年司徒南的栽培有很大的关系。亡灵点了点头，说道：天逆珠子已经与我神识融合，无法取出。没等亡灵说话，司徒南眼睛一瞪，喝道：放屁！你当老子会要那破珠子不成？就是那珠子害得老子如此狼狈，你给我，我都不要！亡灵望着司徒南，轻声道：司徒，干什么？司徒南眼皮一翻，谢谢。司徒南沉默。实际上，天逆珠子，他这些年已经略有猜测，知道这是一样天地之间的重宝，甚至有可能已经超越了仙宝。但他做人虽说桀骜霸道，可对于恩却是看得极重。当年一代朱雀对他有恩，他便放弃离开的机会，守护朱雀心。亡灵与他之间较为复杂，不过越是如此，二人之间关系便越是密不可分。在司徒南眼中，亡灵几乎是他看着长大，是他的弟子，所以天逆珠子他不能要。司徒南轻哼一声，转过头去说道：要谢我，就给老子找个肉身吧。你等等，我看看这个朱雀星上现在有没有适合我的肉身。老子现在虽说无法对敌，但神通却在，找个适合的肉身易如反掌。司徒南说着，双目金芒一闪，神识横扫。朱雀子有个弟子叫做钱锋，他的肉身应该不错。亡灵目光一闪，说道：朱雀子的弟子，算了，一代朱雀对我有恩，你杀他我不管，不过我要杀他有些说不过去。咦，这朱雀星上怎么会有这种肉身？有趣，这肉身虽说是个童子，但却是上等的夺舍之躯。不错，干他娘的，这童子就是为了夺舍准备之物。司徒南目光投向极北之处，眼中露出惊喜。哦，亡灵看向司徒南，司徒南眼中露出惊喜，哈哈笑道：好，这童子的肉身老子看中了。亡灵，我们去朱雀星小北延寂之地，老子未来的肉身此刻就在那里。说着，他身子一动，向前飞去。亡灵一拍储物袋，文兽飞出，厉笑一声，落在亡灵身前。亡灵一跃之下，盘膝坐在其上，追向司徒南。司徒南回头看了一眼文兽，双目一亮，说道：这是什么妖兽？在哪弄来的？老子也去抓一只玩玩。文兽虽说一向霸道，但面对司徒南，却是立刻感受到对方身上的气息，嗡嗡几声后，居然远远地避开。司徒南眼睛一瞪，身子一闪，落在了亡灵身旁，站在文兽背上，骂道：跑什么跑？老子又不吃你！文兽身子一颤，回头看向亡灵，眼中露出求救之色。亡灵微微一笑，拍了拍文兽的大头，随后右手一摸储物袋，拿出一枚玉简，放在眉心少顷后，扔给司徒南，说道：你若是敢去这里，多少文兽都能抓到。司徒南接过玉简，一扫之下立刻色变，尴尬地说道：算了，不要了。亡灵给他的玉简便是古神图司记忆中遇到那大片文兽的陌生星域。以司徒南的桀骜，看到这玉简的内容后，也不由得心神一震，看向文兽的目光变得古怪起来。亡灵，咱俩打个商量如何？你这文兽，等我有了肉身后，借我研究一段日子怎么样？我保证不弄死他，只是研究一下。司徒南嘿嘿笑道：不行。亡灵毫不犹豫地拒绝。司徒南一急，说道：老子真不弄死他，而且让我研究之后，他会更强大也说不定。不行。亡灵摇头。司徒南眼睛一瞪，盯着亡灵吼道：小崽子，老子要的东西从来没人敢拒绝，当年老子看中一代朱雀的小妾，不也一样直接抢来了吗？只要老子看中的，从来没有人能躲过。你给不给？不给我就一掌拍死你个犊子！亡灵望着司徒南，
一语不发，只是静静地看着。少顷之后，司徒南苦笑说道：“我怎么就遇到了你呢？哎，想当年，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是我帮你调整身体，让你可以修炼；还有，是我给你出主意，让你学会夺击大法；还有，是我好几次帮你避过危险。当年那藤家小儿追击时，你忘了？还有，绝冥谷外，老子拼了差点身亡，才把你小子救下。你现在就这么对我，可怜我一把年纪。哎，我也没啥大要求，只是要借个文字研究一下。”王林有些头大，若是司徒南一直强硬，他反倒不怕。可对方现在如此诉说，字字落在王林心头。少顷之后，王林苦笑，无奈的点头道：“好，借你就是借你。”司徒南立刻面色一扫刚才的样子，露出桀骜之色，哈哈笑道：“这才是老夫看中之人。好。”说完，他目光投向文寿，嘴角露出阴森森的微笑。文寿身子一颤，险些从半空落下，立刻嘶鸣起来：“司徒，你可知道极境？”飞行中，王林沉吟少许，问道。司徒南目光一凝，看向王林，说道：“极道使3境中的极境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”王林望着司徒南，若说这个世界上除了李木婉之外，他唯一可以完完全全信任之人，便是这司徒南。王林一拍储物袋，手中多出一团好似利刺的白芒，这白芒上散发出阵阵仿若天劫一般的威压。这威压虽说对王林来讲并不强烈，但其内蕴含的物质却是可以使得元婴修士触之必亡。司徒南轻咦一声，拿过这团白芒，仔细一看，面色顿时大变。他立刻神识一扫，查看四周，随后抓住白芒拍向王林储物袋，居然突破了王林的神识，把那白芒直接放入储物袋内。你怎么会拥有极境？司徒南惊声道：“当年在绝冥谷内，我体内就产生了这一丝极境。那时候你在沉睡，所以不曾发现。后来我肉身破碎时，你把我救走后再次沉睡，我离开了域外战场，神识中极境便大成。”王林缓缓说道：“极境是一种很霸道的物质，我对此并无研究，但我知道修真联盟几乎常年都在搜寻极境修士，一旦被其知晓，立刻会被抹杀。你千万要记住，此物绝不能在任何人眼中露出，尤其是朱雀子。”司徒南表情极为严肃。王林点头，沉默少许，说道：“我怀疑这极境与你的黄泉生窍诀有关。”司徒南一怔，摸了摸下巴，说道：“你这么一说，倒也有些可能。不过这里面一定还有一些我们不知晓的原因存在，否则老子怎么没有极境呢？据我所知，极境的出现几率太小，而且此物修炼太难，得不偿失。你能从体内取出，不为此物所动，这点很难得。”司徒南眼中露出赞赏之色。司徒，我曾听人说过，修心之精可以使极境进化，此事是真是假？这修心之精到底是什么？王林目光一闪，问出了一直藏在心底数百年的疑问。你居然也知道了修心之精？司徒南目露复杂之色，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修心之精，此物不是个什么好东西。不过你若想离开朱雀星，还真必须要得到此物，否则日后是个隐患。哎，这修心之精是修真联盟控制修真星的最歹毒之物。”司徒南正要继续诉说，忽然他目光一动，看向远处，说道：“此事一会再说，前方有仙夷族正在祭献祖灵。我想想，我记得当年好像一代朱雀研究过一个神通之术，可以借着仙夷族祖灵术吸收一些奇异之力。人老了，记忆有些衰退，好像是这么回事。王林，你给我一块仙玉。”王林看了一眼远处，一拍储物袋，拿出一块仙玉递给司徒南。司徒南接过，一吸之下，仙玉顿时碎裂成灰。他双目闪动仙力之芒，说道：“当年一代朱雀研究出这个神通后，曾说这神通有一个致命破绽。不过此刻对老夫来说，这破绽虽说麻烦，但应该可以避过。王林，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去就来。”说着，他身子一闪，消失在了原地。在之前司徒南出现与朱雀子对持的一刻，整个朱雀星上所有的问鼎修士都立刻察觉到那股桀骜强大的气息。朱雀国东部天空中出现一个白发老者，此人正是那天狱宗的唯一一个问鼎初期老怪楚云飞。此刻他面色阴晴不定，少顷之后轻叹一声，自语道：“很强的气息。”他微微摇头，目光看向东部，露出一丝寒芒，继续飞去。在他的身后还跟着几十个修士，这些修士的修为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化神期，只有3人是阴变期。在这些人之后，还有上百，均都是元婴期。朱雀大陆南部的天空之上，一支数百人的修士大军，同样正以极快的速度向着南部飞行。当头一人是一个中年男子，他便是地破门的问鼎初期老怪。此刻，他遥望司徒南所在方位，摇头苦笑，暗道：倒霉，偏偏让我赶上这么个战乱的时机。朱雀子回到了朱雀山之后，略作休息，立刻再次离开。这一次，他的目标是朱雀大陆西方。朱雀大陆东部浓密的黑雾之中，仙夷族的五祖大人面色阴沉地收回了目光。
在他身前的世英宗司马长老，以他的修为，自然无法察觉出司徒南出现时的气息变化。但此刻看到仙夷族的五祖面色难看，内心不由得惊奇起来。他正要试探一番，那五祖大人袖子一甩，冷声道：“司马长老，开始吧。”司马目光微不可察的一闪，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好，我此次来本就是为了送这尸体，希望可以让你仙夷族的祖灵术更加茂盛。”说着，他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2个守尸执事，那2个执事二话不说，从巨大的棺材上跃下，盘膝坐地，双手变化一个个奇异的法诀，一道道灵光从2人手中闪烁而出，落在了棺木之上。少顷之后，2人全身散发出诡异的幽光，同时大喝道：“开！”一阵巨木摩擦的声音徐徐从棺木上传来，但见那10几丈大小的棺木盖子立刻缓缓地移动，向一旁掀开，露出一道缝隙。这缝隙越来越大，一股黑气从其内散出，夹杂着腐烂恶臭的味道。仙夷族五祖大人此刻目光平静，盯着那棺木一动未动，但他身后的3个8叶束咒师却是面露紧张之色，暗自提防。切！2个守尸执事再次同时大喝，棺木盖好似被一只无形大手猛地推开，从半空中的棺木上落下，轰的一声砸在地上。此刻黑气更浓，大量的从棺木内散出，好似要把整个棺木包裹。这就是你们说的尸体？仙夷族五祖冷声道。司马长老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五祖大人莫怪，这是上面吩咐下来的事情，这尸体也是上面决定，在下无权干涉。不过我世英宗在朱雀星上因变期的巨魔族尸体不多，这一具还是从其他修真星上转移过来。另外4具，现在估计也已经给你们仙夷族送到了地方。”五祖没有说话，眉头微皱。此刻那2个守尸执事双手法印越来越快，最终同时喷出一口鲜血，鲜血在半空中并未落下，而是化作2个血雾组成的血人，蓦然间冲出，穿透半空中的棺木，直接进入里面。阵阵摩擦声中，一具巨大的尸体从棺木内飘出，这尸体10多丈大小，全身多处腐烂，更有的位置已经露出森森白骨，一些巨大的蛆虫还在其上钻来钻去，看起来极为恶心。只不过这巨尸的头部却是保存较为完好，尤其是其眉心处，一个紫色的斧子痕迹极为明显。就在这时，忽然黑雾之外传来一个平淡的声音：“仙夷族五祖，老夫天域宗楚云飞与你一战。”这声音传来的同时，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从黑雾外蓦然间传来，强大的轰隆声带起大量的冲击，立刻把四周的黑雾蓦然间冲散。但见千丈之外，天域宗的那位问鼎老者目光如电，屹立在半空，在他的身后跟着大量的修士，此刻均都是目光冰冷，透出滔天的杀机。五祖双目一寒，右手一挥，喝道：“杀！”一字出口，地面上所有的仙夷族族人立刻冲出，一场大战就此展开。楚云飞身子一动，化作一道光影，瞬间来到那棺木之旁，一掌拍下，口中喝道：“世英宗，你们是在找死！”仙夷族五祖目光一闪，右手抬起，隔空一抓，抢在对方拍下之前，立刻抓住巨尸，向着族人膜拜的中心位置扔出。轰的一声巨响，巨尸落地，掀起一层灰尘，四下扩散。那棺木则是在楚云飞一掌之下立刻粉碎。